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品质》，我是主持人李宇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总少不了流量仪表的身影，比如像水表、电表、煤气表等等。除了这些日常应用之外呢，在工农业生产乃至国防科研等领域，都离不开流量仪表。可以说，一块小小的流量仪表，用数据记录了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在美丽的世界风筝之都潍坊，有这么一个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的企业——潍坊奥博仪表。在潍坊北部地区，有着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这里也因此聚集了胶东半岛规模最大的盐化工企业和热电企业。里边都是有肥水箱，全部在里边安装的。刘景水是这里一家热电企业的高管，在他数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大多数都在跟管道、蒸汽打交道。由于过去蒸汽供应往往采用先使用后收费的模式，存在客户拖欠、收费难等隐患，这一度让刘景水非常苦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潍坊当地的各个产业很快也受到波及，不少中小型化工企业纷纷破产，这其中就有刘景水的客户。企业这个不景气，加上这个金融风暴，再个你计量上，有时候这个计量，我说了，计量上呢，有时候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纠纷，所以说以后这个收费呢，难度很大，算是挺乱的。按照当时的蒸汽价格，企业每月因蒸汽损失的费用大约在200万左右。身为负责人，刘景水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如何挽回企业的损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刘景水的脑海中突然想起几年来一直合作的潍坊奥博仪表。他是2005年就开始用我们的表，结果到2009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就是这些用户，就说有跑路的，有那个不给钱的，所以说他损失很大。当时他们就找到我们就带着技术人员吧就去了，我们双方吧，我们就马上就进入讨论状态，就是说研发这个产品。张玉芬是潍坊奥博仪表的掌舵人，财务出身的他，从创立公司到现在，已经跟流量仪表打了多年交道，俨然已算是行业内的半个专家。在他看来，要想解决收费难的问题，首先要改变的是计量付费的方式，也就是先交费后用气。最理想的办法是安装 IC 卡预付费系统。虽然 IC 卡预付费在自来水、生活用电领域很常见，但是在蒸汽管道内安装这套系统，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IC 卡在蒸汽2009年以前，实际上就和进确实都不愿意去做这个尝试。为什么就是说一直以来就是蒸汽上这个 IC 卡预付费就是说这么难，没有弄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蒸汽是高温高压，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安装蒸汽 IC 卡预付费系统，最大的难点是阀门的控制。由于蒸汽的物理特性，在开启阀门瞬间，蒸汽遇到冰冷的管道就会形成凝结水。这时如果没有将水疏散，而把阀门全部开启的话，管道内就会形成水冲击，在巨大的压力下，阀门和管道将会受到致命的破坏。要是说开阀门不合适的话，能造成什么呢？整个管道都是颤的，
都是动的，就像那个龙一样，就是这么样动的啊，很容易造成危险，危害性还是挺大的。它就需要进行这个步进开阀进行暖管就是先把阀门开启5%，等上10分钟以后把这个近端的水输掉了，然后再慢慢的再开10%或者15%再延时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个管道里面的水全部排干净之后才能把这个阀门全部开启。用了几个月研究出来以后，我们弄出试制品来的时候，就在他一个厂子里边一个用户那儿做实验，在试验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就是说这个用户就是说是做手脚的这种因为带着远程嘛，远程平台上你分析的话，就发现吧，它是晚上出现问题。解决了阀门控制之后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张玉芬发现，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少用户通过恶意断电等方式进行偷气，导致主表与分表之间产生巨大误差。主表一向是分表嘛，用户是只能分表。虽然蒸汽计量 IC 卡预付费系统已经从技术上完成研发，但企业的蒸汽损耗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让张玉芬觉得产品还不够完善。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负责技术的王俊。碰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在现场进行调研，看看到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其实这些原因都是人为的一些原因那么回来之后就是把这个增加 UPS 续航功能，也就是你在停电之后，那么保证你这个系统继续供电再增加了这个开箱报警还有视频拍照这些功能。那么当把这些功能全部完善之后呢，那么这套系统就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系统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历经多次改进之后，这套集预警、防盗和续航功能的蒸汽 IC 卡预付费系统终于面向市场，同时也在国内开启了蒸汽介质内使用 IC 卡预付费系统的先河，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在张玉芬心里，也更加坚定了企业未来走创新这条道路的信心。我觉着创新是基于就是说市场需求，就是第一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市场需求点都是在满足客户，就是说解决客户困难。当这个点解决了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产品一完善到市场上去，就是最适合市场的产品，最接地气的创新。IC 卡预付费系统的成功，给潍坊奥博仪表在行业内增加了知名度，在张玉芬的心里，也更加坚定了企业走创新这条道路的信心。在供暖行业气改水的过程中，凭着研发团队勇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又一次攻克了国际品牌长期垄断的产品耐高温超声流量计的研发，实现了高端仪表的国产化。我们主要从技术指标、创新、功能提升、价格、服务等5个方面入手。2015年，由潍坊奥博仪表自主研发的双声道超声流量计问世，这不仅代表着中国高端仪表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自主研发，还改善了当时供暖市场无可靠耐高温超声流量计可用的局面，并参加了全国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我进入这个仪表行业以来，我就是发现，就是说人家国际上，就是说那些发达国家，人家的仪表做得非常精致，非常准确。我们中国这个仪表行业和人家的距离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就想，就是说人家能做出那么好的产品来，我们一定也能做出好的产品。“15+5”规划期间，国家提倡节能减排，城市供暖首当其冲，
供暖能源由蒸汽改为高温水。在气改水的过程中，供热高温水计量仪表大部分都被国外品牌所垄断。因此，研制一款适合国内供暖需求的流量仪表，就摆上了潍坊奥珀仪表的日程。因为我们这个企业虽然小，是民营企业，但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队伍，有自己的研发能力，我们一定就是说是要生产出更好、更符合国情的仪表，来填补咱们这个国内的空白，来替代进口。这就是我们所一直就是那个情怀。为了这个情怀，张玉芬一掷千金，不计成本的投入研发。那个光2台水泵的话，加起来电工就到了那个50多千瓦啊，然后再加上加热的费用，像那么多的水啊，每天那个24小时就保持在50度和80度啊这2个温度之间那个运行。这套系统在测试将近了1年的时间啊，就包括做这些大流量、小流量还有高温啊，主要是小流量和高温。这2个特性呢，现在目前是很多这个超声波流量计啊，那个面对的难题。这些电费啊，加上那个加热的这个电费吧，费用啊，不包含这个人工费用，光这些电费的话，这1年就花了几十万。研发团队在技术总监王俊的带领下，攻坚克难，先是通过精密铸造与激光焊接技术，解决了探头漏水的问题。然后在防干扰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测试研究。由于超声流量计的测量特性，外界的电磁环境以及流体内部产生的气泡等，都会对剂量产生干扰，这让王俊的研发团队绞尽脑汁儿。那么这个时候项目计划的时间已经快接近尾声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碰上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嘛，当时我们研发团队的人员吧，一天也没有歇啊，都在加班加点，而且白天晚上都在加班加点的在那个突击这个项目。当时做出了那个就是说上万组的实验数据啊，包括前期的一起累积起来有上百万组的数据啊，进行分析啊和那个建模啊，最后终于可以找到这个干扰信号和这个有用信号之间的那个特性啊，终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历经2年多研发实验，抗干扰、抗气泡、免停留、在线维护的双声道超声流量计终于面世，经国家水大流量计量站及省计量科学院鉴定，各项指标均可达到标准，并能完全适应我国供暖现场复杂情况。双声道超声波流量计的研发成功，这标志着潍坊奥珀仪表率先打破了国外产品在高端流量仪表领域的垄断。但是在张玉芬看来，这只是漫漫征程中的一小步，而解决客户的问题，才是企业不变的初心。能在流量仪表行业脚踏实地地走过16年，张玉芬是靠4个字：耐心、操守。耐心来自于仪表行业内的坚持创新，而操守来自于对产品质量的严苛要求。对他来说，这个行业是杆秤，而那个秤砣就是品质。秤砣虽小，却能压千斤。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我认为就是品质不单单是产品质量，更是这个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说是满足客户需要、超越客户需求的服务，让客户感受到零风险。实实在在说，品质就是一种信任。